今天我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才能搞到钱，怎么样才能赚到钱。赚钱并不是一个什么高大上的东西，说白了就一句话：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如果说你想做自媒体，可以，没問題。後半段我會給你講得非常清楚，但是前半段咱得先聊聊現實，對吧？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吃自媒體和互聯網這碗飯的。那麼賺錢的思路是啥呢？這個你得明白。你能夠賺誰的錢，這個誰他的難受點在哪裡？你會發現哈，有些學習很好的學霸，他畢業之後呢，就能夠進這種所謂的大廠，拿着高薪。那麼像我們這種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學歷，甚至大學都沒有讀的，該怎麼辦呢？就倆字兒，找需求。我從上小學的時候一直到現在做自媒體做電商能賺到錢，我依然是靠的這兩個字，就是需求。發現別人的需求，然後呢，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就這麼簡單。說出來哈，也不怕大家笑話。我的家境一般，從小呢，自己如果不研究點賺錢的途徑，那這個可能零花錢都沒有。我跟大家嘮一嘮哈，我上小學的時候是如何賺到錢的。那個時候呢，我記得我們班裡的同學是非常喜歡去追星。然後呢，還有那個就是愛美嘛，特別喜歡那種花花綠綠、奇形怪狀的那種明星周邊的一些小玩具，或者說那種好看的中性筆，就是寫字那個筆但是我們那個小地方呢，只能夠從電視上看到這些東西，或者說廣告上，根本沒地方買，也沒有人去賣。那麼我家裡我記得之前有一個表叔，年齡也不大，就他年紀不大的時候就在義烏那邊幹那個小商品批發。那我就讓我表叔給我整了一箱那個花裡胡哨的明星海報，還有那個中性筆還有貼紙，成本呢一支就幾毛錢，海報呢一張也就1塊錢。但是我一開始沒有本錢呢，我就和我班裡同學說或者說整個學校裡的去說，我說我能買得到，但不過呢不多，但是你得先預定交錢，然後呢我等2天我會給你帶到學校裡來給你們。然後呢，就有很多女孩子就開始找我去預定，交了這個給我1塊錢啊2塊錢，然後呢，我拿這個錢找了我的表叔，然後呢，讓我表叔給我進了貨。完事之後呢，我就帶回學校，每一個賣個2、3塊、3、4塊，或者甚至高的海報能賣到5塊。為什麼？因為他們想有的東西搞不到，但是我有，這就叫做信息差這就是錢。那麼我高中的時候，我清楚的記得我是一個走讀生。那麼我學校裡大部分同學呢都是住校的。那麼住校生最痛苦的是什麼？各位，食堂吃膩了，總想吃點外賣的垃圾食品，對吧？那還有就是藏着帶的手機上交的自己還藏一個呢沒地方充電然後呢我就每天早上起來吃飯，我也不在家裡吃，那我就專門跑到我們學校門口那邊有一個賣餅的，我們北方叫煎餅果子，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叫什麼我就提前去。剛好在住校生進教室的那一刻，我就猛吃2口拿着那個煎餅果子，再喝2口豆漿再看一看自己懷裡的小手機，對吧？因為我這個人呢從小除了學習不咋地，其他的幾乎都得次次叫家長。我就不信你1天不饞2天不饞，你第3天不饞你總有一天你會饞的。所以呢，我就順理成章的就成了這個人肉快遞和這個移動充電寶幫他們去帶這個門口的煎餅果子豆漿，跑腿費呢有的時候收1塊多的時候就收，有的時候還收2塊。那我就賺這個辛苦錢和這個服務費攢下的零花錢，周6周日呢我就去上個網打個遊戲但那時候大家都沒錢然後沒有錢的同學呢就站在我的旁邊看着我打遊戲，看着我上網還在那裡說，你看那誰誰誰真的有錢對吧天天玩還能上網吧，是不是？那從那個時候我是真正開始喜歡上賺錢這件事的。那包括我上大學的時候，對吧？有的時候考試周嘛，那大家手裡都想有點那種重點的複習資料，就是但是上大學一般都是資料都是發的 PPT 嘛，當時用的 QQ， 對吧？然後呢，我們那個學校的宿舍呢，我記得離那個打印店又非常的遠，排隊都排得懷疑人生，又擠在那一塊一起去打印。那我發現了這個需求之後，我就買了2台那個2手的打印機，就放在宿舍弄了個深夜打印店，同班的同樓層的，對吧？只要你想要複習資料的 OK， 你給我發個消息，我打印好了直接送你床邊，1張收3毛，比打印店還便宜1毛量大還能優惠。那就考試的那前2周，我記得是前10幾天吧，好像不到半個月，
那打印店都累冒烟，真的赚的钱呢，我在请我们那个宿舍里的同学吃了好几顿火锅啊。至于为什么，懂的都懂那我的核心思路是什麼呢？就是他們沒有的我能拿得到，對吧？我的核心思路從來沒有變過，就在身邊找需求，然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OK， 我們現在再說回這個自媒體，2025年了，馬上26年了，對吧？你想成為一個網紅，行，可以，沒問題，但是現實很殘酷，當一個行業人人都知道能夠在賺錢的時候，那 OK， 它其實已經在走下坡路了。你比方說19年那一會兒，你隨便發個視頻都能爆，對吧？你隨便做個電商都能賺錢，品牌方撒錢跟撒紙一樣。那現在呢，你再看品牌方精的跟什麼一樣，對吧？你給你1000塊錢的廣告費，恨不得你能賣1萬塊錢的貨。那現在怎麼做呢？你得利他，你的內容要對別人有幫助啊，就是要麼是讓別人學到東西，要麼呢就讓人買到好東西，要麼就讓別人開心，給他們帶來情緒價值。而且啊，你得有那種就是豁得出去的那種精神。我早期拍視頻做互聯網的時候，拍的也是跟一坨屎一樣啊，根本沒眼看都。所以說，但是我也敢發，我不怕我的同學朋友看見，我也不怕親人看見，我不覺得丟人。如果說你覺得你的偶像包袱非常的重啊，拍這視頻我又怕這兒又怕那兒，怕沒人看，怕沒有流量，怕被熟人笑話，怕被別人貶低，對不對？我趁早勸你啊，抓緊放棄，你就幹不了出鏡這個活啊。那有沒有那種既不露臉啊，或者說又不用去拍視頻，又簡單還能夠賺點零花錢的互聯網的路子呢？有也不是沒有，最簡單的就是一個牽粉掛車嘛，對吧？搞個帶貨賺個佣金，你不用寫腳本，也不用去拍視頻，更不用去交所謂的學費，但凡你有手有腦子，你就做3點。第一，找授權，找到一個你信任的喜歡的博主，看他們有沒有開放這個視頻的授權的這個切片權限啊。第二個，剪輯呢，你不用多高深，會剪就行啊，把他們直播間裡的精彩內容剪出來發在你抖音賬號上，對吧？第三個呢，攢夠1000粉絲，掛個櫥窗賣個貨，賣出去之後相應的比例佣金自然會給你，對吧？如果你是一個寶媽，那你刷到了一個比方說一個博主，那這個博主呢是賣一個寶寶產品的，那 OK， 你買了之後呢，你會發現這個寶寶霜非常好用，對吧？那麼你就看看這個網紅他有沒有開這個切片授權，開了之後你就加上他的授權，然後剪輯他的直播間的視頻，然後呢發在你的抖音賬號上，對吧？當然啊，有人通過你的視頻購買，你會產生一定的佣金。那我為什麼給大家推廣這個賽道呢？其實怎麼說呢？它的門檻是比較低的，那就是你不用成為一個大網紅，你只需要當一個好物的篩選員，去分發搬運工就行了。但是心態一定要放平，別指望着一夜暴富，不可能也不現實，就當給自己掙個零花錢，對吧？這也是幹互聯網的一種呢。今天賣一單我賺1塊，明天賺一單我賣5毛，對不對？賺多賺少都是你的嘛。當然啊，這個賽道賺大錢是不可能的，非常難。積少成多，也可以給自己賺點零花錢，幹個副業，對吧？當然啊，如果說你是大錢賺不到，小錢看不上的，那當我沒說，好吧？那如果說你的精力夠，或者說你的精力非常的充沛，那 OK， 你可以去做一個選擇自媒體的一個口播的短視頻賬號，那一年打底呢也能有個10萬到20萬的收入，對吧？你別想怎麼變現，你先得做起來，變現的途徑自然會來找你。當然哈，我給所有想做自媒體的朋友一個忠告，也是我做過來的一個心得，就是千萬別裸辭，別直接 all in。在你的副業收入賺的錢，就是能穩穩的遠超你主業收入的3倍，並且能夠持續半年以上的時候在達到這個條件之前，你老老實實的給我上着班你今天自媒體這一行就是花無百日紅嘛，你今天火，可能明天你就過期了，轉瞬即逝。有太多幾百萬、幾十萬的粉絲那種粉絲的那種網紅賬號，對吧？半年接不到廣告，坐吃山空。所以哈，就是你如果真的想去試，那麼你就下班後、放學後工作業餘時間然後呢，你就用拍短視頻的時間。第一步，你想想自己憑什麼，你愛買什麼你為什麼要去買，對吧？你的需求是什麼？那麼跟你千千萬萬的同類人，他也需求跟你是一樣的。第二步，找到這類網紅或者主播的授權切片。第三步呢，去隨便剪輯練練手，要麼就是找一個口播的對標賬號，然後呢就他拍啥你也寫稿子，然後呢你也把它拍攝出來，別空想，別只問怎麼樣才能賺到錢，小白怎麼樣才能賺錢，別問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回答你。
誰都回答不了你。你要問的是我的这个剪辑的节奏行不行？我选的这个品大家会喜欢吗？这个需求大家会为它而买账吗？我这种口播的方式会让大家去接受吗？对吧？带着这种问题去行动，我希望我讲的这些实话哈，是一些真正能夠幫助到各位的，也是真正能夠對你有所啟發的，而不是單純的給你打雞血。我希望真正能給你們帶來所謂的這個幫助，就是那種聽完以後感覺心裡非常爽，有種去幹的衝勁的這種幫助。